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大米，又和大家见面了啊！这两天 K50系列的发布会可以说是又一次上演了芦苇兵广场，因为从配置定价上来说，确实非常有竞争力，尤其是这两年各家都在冲高端，新机价格呢是一个比一个高的大环境下。当然，因为 K50系列两款机子都要等到22号正式开售啊，所以说关于天玑8100、天玑9000的实测表现，大家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频道。买到机子之后呢，我们会尽快出视频。除了 K50和 K50 Pro， 这次发布会上，红米呢还发布了一款 K40 的半代升级产品 K40S， 而且这个机子呢是当晚直接开售，我们也是第一时间买到了。那么今天我们就一起先来看一看 K40 多一个 S 之后，实际体验强了多少？对于那些刚买 K40 的用户来说，会不会背刺呢？废话不多说，直接来看一下视频。外观设计上来说，这次 K40S 其实更应该被纳入到 K50 系列中，因为整个后盖的相机模组的造型和 K50 是一模一样的，类似于爱酷7 Neo 5的云阶设计啊，但是又不完全像。比如说3个摄像头呢还框了一个圆环啊，摄像头凸起部分和这个小尾巴颜色呢是一致的，都是黑色。那么问题来了 ，K40S 这个后盖造型对比去年的 K40， 大家更喜欢哪一个呢？可以走一波弹幕。随机附赠的一个硅胶软壳，出厂的自带塑料软膜啊。不过直屏的话，还是建议去大米评测淘宝店入手 K40S 2.5D 高滤硅大护钢化膜啊。不仅显示效果呢比软膜好，同时呢有电镀疏釉层加持，无论是吃鸡还是王者都能够持久顺滑。另外这一次67瓦充电器和数据线也都是标配的。配色方面，我们买到的是银色版本，虽然说是 AG 玻璃后盖，但是还是比较容易沾指纹啊。中框呢是塑料材质，并且变成了垂直中框设计。之前 K40 上下边框以及左右边缘部分的电镀亮边呢也是直接去掉了。垂直中框的优点呢是相同机身尺寸下内部空间更大，利于堆叠啊。缺点呢是握持手感会变差。K40 日常拿捏还是挺舒服的，但是 K40S 会明显有些硌手了，尤其是后盖部分。另外还有一点就是侧边音量键和电源键的手感上 ，K40S 呢按起来会感觉键程偏短啊，不如 K40舒服，这点估计也是和垂直中框有关吧。厚度和重量控制的还算可以，裸机实测重量呢是196克。双扬声器、X 头线性马达、侧边电容式指纹这些方面的体验基本还是维持之前 K40 的效果，不算突出，但是放在对应价位上没啥毛病。让大米比较不解的是，包括 K50 Pro、K50 标准版啊，这次3款机型啊，竟然全系都没有白色版本。要知道，去年 K40 系列白色可是卖的最多的，而且白色后盖配上这个黑色相机模组呢，视觉观感应该会比其他几个配色更加好看些，同时呢，也不容易留指纹印记。当然了，也不排除开售几个月之后 ，K50 系列再来一个白色版本，然后提升一波产品的热度。870智客 SoC 的理论性能跑分测试啥的，我们就不再多说了。结合目前天玑8100机型的价格，2000以内870依然是首选。既然 K40S 加强了机身散热，那么游戏调度会不会更强一些呢？这点应该也是很多小伙伴比较关心的，所以我们也是拿了更新了米2 13的 K40和 K40S 来一个游戏实测对比。先来看一下原神性能模式下 K40 标准版15分钟平均呢是 48.2帧，游戏时机身最高温度呢是49度左右，游戏过程中屏幕亮度强制降到了130尼特。K40S 平均呢是 48.4帧，机身最高温度呢是47度左右，亮度也会降，但是降的幅度会小一些，从200尼特降到了155尼特。光明山脉 1080P K40 平均是 40.4帧，游戏时机身最高温度依然是49度左右，后半段屏幕会强制降到95尼特。K40S 平均呢是 41.5帧，最高温度呢是48度左右，后半段屏幕会强制降到155尼特。当然，两者调度呢还是会有些区别的。比如说 K40 5分钟左右呢会锁到4帧以内 ，K40S 呢则是9分半开始会在45帧和23帧之间来回波动。所以实际的游戏性能表现上 ，K40S 相比 K40 呢其实差别不大。高负载游戏的帧率表现接近啊，能够感知的部分主要还是游戏过程中 K40S 屏幕降亮度的幅度会更小些，最高温度呢低了1度左右。67瓦快充速度上，经过我们这边的实测，15分钟快充电量呢是9.41瓦时，在小米的67瓦机型里面处于一个中等水平啊，相对于原来的33瓦，也是属于能够大幅改变大家日常充电习惯的一个档位了。这一次 K40S 的主摄呢还是 IMX582啊，但是加入了光学防抖，我们也是拿 K40 Neo 5来对比这些样张。算法上来说呢 ，K40S 相比 K40是有改进的，比如说白天大多数场景动态范围呢表现要更好。但是小米、红米的机子大家看多了也都知道，除了旗舰和个别中低端机型，大多数呢是不会给你去好好调试优化相机的。K40S 白天有些场景表现还行，但是有些场景白平衡曝光呢又会出现翻车，比如说这组样张，植物的绿叶差不多是拍成了白色。夜景呢也是一样，正常发挥的情况下，它的降噪和细节比 K40呢都有提升。光学防抖加持之后，可以降低快门时间来提升进光量，但是成像表现并不稳。比如说部分夜景样张，同一个场景前面3组拍摄呢是这样子的，后面一组是这样子的。主摄可以说是算法硬件都有提升，但是没有去好好优化。
综合的拍照表现呢还是不太行。另外，广角的画质上 ，K40S 相比 K40呢是倒退的，500万长焦微距呢也砍成200万的凑数微距。屏幕方面，从我们这边的实测结果来看，相比 K40基本上是没啥变化，亮度不错，6个区块平均分值亮度呢是910尼特，但是白底通透度稍差一些。色准方面，默认平均色偏呢是3.8，标准模式平均色偏呢是1.7，也是做了精准校色的。屏幕表现放在2000的这个价位上完全没毛病啊，甚至要比 K50电竞版的表现还更好些。所以一轮测试下来 ，K40S 主要的体验改善还是在快充，而67瓦相比33瓦的快充回血速度方面提升还是挺明显的。性能的话，现在米 UI 给我的总体感觉呢，就是新机调度、性能释放这块都不会太开放啊。即便是有了更大 VC 液冷散热的 K40S， 实际游戏表现和 K40呢差别不大。主摄配套的算法呢有提升，但是没有去好好调教。考虑到是终端机型啊，相机方面大家就不要有啥高期待了。结合此前各大电商平台 K40的价格啊，相同配置呢大概要比 K40S 便宜300到400元。但我们觉得对于刚买 K40的用户来说，基本也不会有啥背刺感。后续的情况可能就是 K40慢慢停产 ，K40S 适当调价调到原来 K40的价位上，完成产品的定位平替。当然，回过头来说，这次3款新机里面 ，K40S 的吸引力啊，确实是不如 K50标准版来的强啊。毕竟光是5500毫安时超大电池和2K 120赫兹屏幕这2项来说，就已经是提升非常大了。而且根据我们的投票来看呢，目前关注度最高的也是 K50标准版啊。所以说大米也是比较期待天玑810的实测表现，看看能否完美接棒骁龙870，成为新一代终端旗舰的首选。OK， 那么以上就是关于 K40S 的体验评测了。如果觉得视频做的还不错，还希望各位老铁能够给3连支持一波，这是我们继续更新视频的最大动力。那么我们下期 K50系列天玑9000、天玑810的性能详细测试评测不见不散，拜了个拜。